大家好，我是大伟。站墙功是一种非常古老且非常实用的锻炼方法。新手啊，2分钟你都坚持不了，你就会感觉全身上下就绷得特别的紧，而且特别的累，每一块肌肉啊都在发力，非常的累。老手呢，一般是10分钟到15分钟，站完以后啊，就会感觉酣畅淋漓，全身上下这个都被汗啊给淋湿了，而且呢，出完汗以后啊，还反而感觉特别的精神。我认识年龄最大的一个站墙的老人呢，已经是97岁的高龄了，每天都坚持啊站墙，而且是雷打不动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的硬朗。其实我告诉大家，每天站墙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全身的代谢循环，而且很多人啊通过站墙让自己的身材啊越来越苗条，身体线条啊也越来越好。那么今天呢，我会把这个站墙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每天坚持2到5分钟就够了，时间可以随着你的练习次数啊慢慢增加。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转发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咱们站墙啊有2个步骤，叫做先贴再伸。贴是哪里贴呢？我们的身体贴，我们的五指贴啊。具体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墙面，我们首先把身体啊贴上去，你看脚后跟这里啊贴上去，然后呢我们的腰部这里这个位置啊，你看贴着我们的墙面，同时呢把我们的下巴啊，注意看我的下巴啊，你看向内收紧，向内收紧啊，用我们头脑的这个位置啊贴住墙，向内收紧。此时呢，你会发现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头只要一贴了啊，脚一贴了，这个腰部就这样了啊，他腰部、臀部贴不紧，为什么呢？就是由于啊，他这个小腹啊，它收不进去，所以呢，我们前期贴的时候啊，就把小腹啊内收，这个位置啊，你把它向内去按，向上去提啊，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啊，我们的后背、腰部啊，逐渐就能贴上去了啊。没有贴上去的也不用担心，只要按照这个步骤去做，逐渐的就可以了。好。当我们完成了身体贴的过程，开始把我们的手啊，要怎么样呢？五指像我这样先并起来，然后五指向上伸，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往后去触碰。好，这个呢，五指当你能全部碰到墙面了以后，你看就像这样，碰到墙面了以后，我们开始全部贴好了，就要开始伸。伸是怎么伸呢？你看啊，就要去想象手被人拽着往上去拉。然后呢，腿部啊腰以下被人拽着往下去拉，形成一个分段啊，你要去有这种感觉，手使劲往上去撑，手指贴着墙面，然后呢脚呢又被人拽着往下拉，就这样，保持住。这个动作啊，你看似简单，只要你像我一样啊，把这个撑给撑好了，五指贴住，然后呢身体贴好，哎，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做个2分钟到3分钟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做完了以后啊，哇，你整个后面啊，包括你一些意想不到的肌肉啊，全部都在发力。然后呢，你做完以后啊，你再活动一下身体，你会发现身体啊，突然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啊，我是跟大家表达不出来，大家做完以后，大家就知道了，是非常舒畅的一种感觉。包括很多人啊，他因为经常久坐，他的这个姿态都是这样，啊，你做完以后，你再想这样，你都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极大的把我们整个身体啊给撑起来了。就这样每天啊去练一练。好，保持一会儿啊。你如果刚开始的话，你保持一个30秒、40秒都可以，因为这个动作确实很累。好，当你40秒保持完成以后，起来活动活动，舒展一下，感受一下这种感觉，然后休息一会儿再做。你坚持练一练，一天就能从2分钟到达5分钟，5分钟再往10分钟上面去努力坚持啊。我认识的这个97岁的老人啊，他每天都能做10分钟以上，雷打不动的去做，而且整个身体状态非常的好。这个动作啊，对于咱们很多朋友啊，比如说代谢循环不好的、经络打不开的啊，包括他这个体型啊稍微偏胖一些的，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动作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目的性。每天你只要抽出5分钟的时间去把这个动作练一练，它的好处啊，只有自己啊才能感受得到。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大约在20多年前啊，流行过一阵撞墙热啊。这个撞墙热是什么呢？你在公园里面啊，你会看见很多人啊，就对着这个树撞，往后面去撞，要不就是家里面对着这个墙啊，用背往上使劲的
靠得特别的狠，而且呢，即便到现在，你也能在公园里面看到很多的大爷大妈啊，经常就这样去靠背啊。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其实呢，他并不得其一个章法，就是这个撞墙功啊，做起来虽然也是撞墙的，但是没有把身体里面的浊气给排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到后面，它仅仅的可能只能稍微放松一下咱们后背的肌肉，它并不能真正的疏通到我们整体的一个经络，促进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气血循环。今天一样的给大家带来一套真正的一个撞墙功。这个撞墙功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一划走不小心找不到了，再想看其中的细节看不到，那就后悔极了。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撞墙功教给大家，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开始看怎么去做。首先呢，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细节大家记住4个字叫做下紧上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比如撞墙，对吧？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下方包括我们要这个提肛收小腹，这个是紧的。上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胸口在撞击的时候一定要放松，同时呢，这个气要顺着我们的嘴巴出来，叫下紧上松。这4个字一定要记住。好了，记住这口诀以后呢，我们来演示一下无实物没有墙我们应该怎么做。它有一个非常慢的动作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这个提肛收腹一定要始终的保持住，然后呢，夹臀部也要夹紧，由我们的这个腰部先靠着墙，先用腰部靠着墙，然后注意看力量慢慢到我们的背，到我们的背部以后呢，整个背贴上去以后，看这个手肘往后打开，把我们的胸一挺上去，人回到一个什么呢？正常站立的情况下，再由我们的臀部靠上去，整个背部一挺上来它这个细节大家一定要多找，千万不要做成什么呢？就很多人撞墙就这样靠，就直接这样靠这样靠，我告诉大家有用，但是呢意义不大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做，做完5个到10个以后，你应该会感觉由内往上走的一股暖流在里面涌动出来好，我们来接着讲。首先这个下紧，对吧？收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靠着墙，大家注意看靠住，然后慢慢的挺到胸口，提上来，这是一个慢动作我们正常做看1，看2，注意听这个声音这是全靠的声音注意看这个是什么呢？有个过渡的声音大家注意看它这个声音是有个渐进的一个声音因为它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墙上的时候，把我们整个背上的经络你看这么一扭一通把我们整个背上的经络给它滚了一圈。最后教给大家，当你这个动作学会了以后，一定要配合呼气是什么呢？你看臀部靠上去以后，你看它有一个快速的通过我们后背，看一打挺出来，然后把气啪吐出来，这样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在日常当中的时候多练这个动作同时记住了，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下紧很多人在刚开始练习这个撞墙功的时候他这个下面的紧他保持不了，所以呢，刚开始我们不要做幅度大，小幅度的，你看下面保持收紧臀部收紧，慢慢的去练慢慢的去练，慢慢的你找到这种感觉以后，逐步的一个加强，然后开始配合呼吸，把呼气打出来。你只有把这个气打出来以后，它这样才能慢慢的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浊气打通，然后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打通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经络，同时在震动的时候又是给我们下部一个考验，让我们的下部能越收越紧。这就是这个撞墙功它的一个奥妙之处。如果这几点你学不会不抓牢，那么这个动作你去做可能只能做到一个形，但其中的一个意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了。好了，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由慢就是刚开始的一个细节去慢慢练习每天至少去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
逐渐的加强，逐渐的把速度加快，逐渐的把力度加大。这样的话呢，就能掌握到这个动作的一个精华所在。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一个很好的这个撞墙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大家一起能练习这么好的一个动作。那么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记得点一下关注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厉害的小动作。这个小动作每天你只要做上5分钟，就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增加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代谢，把身体当中不好的一些杂质全部代谢走。这个动作呢，是一位96岁的老先生教给我的。他通过这个动作的练习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的一个好处，不仅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而且96岁的年龄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年轻，就像80多岁一样，身子骨非常的硬朗。我看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我自己也练了，非常的实用，所以特地来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做完以后浑身上下冒汗发热的，经络感觉打开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记得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跟着我一起去练。好，那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动作的基本功。我们需要借助一堵墙，然后呢整个人先贴着这个墙。贴墙站呢它是有讲究的双脚要并拢，然后同时用我们的脚后跟紧贴着我们墙体的一个贴脚线，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大腿后侧、臀部以及我们的腰部背部尽可能的就是吸附在这个墙上。你要感觉整个人贴在墙上一样，让你的小腹使劲往里面收。当你完成了这个准备动作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动作。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双手向上伸展开来伸展开来。我们把我们的后脑贴在墙壁上，用我们的这个4个手指的指腹你看我这个手4个手指的指腹尽可能的贴在这个墙面上，就这样保持住。好，这个动作呢，你看起来的时候是会比较简单的，但是你像我就这样静静的站直保持住，你会发现不到1分钟的时间，你的额头后背就开始出汗，同时呢腹部发酸，整个手上和脚上也会微微的发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了这个站姿，我们快速的打开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循环。像很多人身体不好的，体质比较虚弱的，甚至感觉自己的后背平常比较驼着的，不够挺拔，都可以通过这个动作的练习来快速的改善身体上面的一些不好的现象。那么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刚开始你去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个细节去做好。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他看着是一样去做，但是他这个手一摆，然后这个肚子就怎么样了？往前一顶出来了然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姿势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姿势这个时候呢就错了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先找到什么呢？身体靠着墙尽可能的让身体先体会到这种吸附在墙面上面的感觉。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把手举起来，举起来以后，用我们的4个手指的指腹贴紧墙面，手臂也尽可能的靠近墙面，就这样，静静的站一会儿。想象一下这个身体呢被分成2节然后上面的身子往上去发力，下面的身子往下去沉有一种被从中间拉开的力手不断的向上去探索就这样静静的保持住，然后慢慢的调整呼吸，来吸口气，深深的吸气，缓缓的吐出，深深的吸气，缓缓的吐出就这样静静的去站。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前期你站个30秒到1分钟，感觉身上微微发酸了休息一下，然后呢休息一会儿再站一下，一天站个3到5次，慢慢的我们把时间延长，把次数缩短。那时间从刚开始的1分钟或者30秒变成了2分钟到3分钟，次数也由原来的5次变成3次2次，最后变成了什么呢？一次我们站上一个5分钟的时间就够了。一天你只要站5分钟，身上的经络全部打开，而且你只要能够坚持站上1个月，
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身体啊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你的后背是不是越来越厚了？你的肩膀这里是不是越来越鼓了啊？脖子这里看起来越来越短了，每天都感觉啊整个后背啊特别的沉重，就像背着一个书包一样，而且呢用手摸着这个脖子这里啊都会感觉僵僵木木的。如果我说对的话啊，你给视频点个赞。我今天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不用跑不用跳，你就在家里面，只要背后啊像我这样有一堵墙，你就可以慢慢的把你的身材啊变得更加的挺拔。而且啊我要告诉你，当你第一次尝试跟我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你身上的通道啊被打开了，浑身上下都特别的舒服。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站墙的一个方法告诉大家。这个站墙动作非常简单，不仅能够快速打开我们的身体，更是练习体姿体态的一个基本功。我们需要借助墙的平面啊作为一个参考啊，把我们的身体啊完全的靠上去。你看，先从脚开始，脚靠上去，然后呢，把我们第二个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腰部啊贴上去。很多人啊他说，哎，我这个腰部啊贴不上去，为什么呢？啊，我这个臀部啊比较突出啊，我腰部贴不上去。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小腹啊，注意看啊，小腹往内收，小腹往内收，你的臀部它就会下沉啊，然后你收的越紧，你这个腰部啊贴上去就越明显啊。你看，来一步一步来，脚后跟先来，然后我们的小腹收紧啊，然后呢再把我们肩膀看这儿啊这儿。两个肩膀全靠上去，最后是我们的头部，头部是哪里呢？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一块啊，全部贴在这个墙面上啊。来，带大家做一遍啊，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做啊，脚后跟贴上去，腹部啊给它收紧，使劲的往里面收，两个肩膀啊使劲的贴上去。好，把手就这样摆好，头也贴上去。就单单是这个姿势的保持，你们或许会看起来很轻松啊，就单单这么保持个30秒到1分钟，你会发现啊，就非常的累，因为所有的发力啊，你们是看不见的，它和动作不一样。我做任何的动作，它是有发力的规律可循的，但是做这个动作它是静态发力，你们看不见发力，所以呢，你怎么去确定你是不是做了标准啊？你的大脑要给我们的整个身体做一个扫描，我们把动作做好。好，来跟着我一起念口诀，脚有没有贴啊？贴住了。好，来检查你的小腹有没有贴。好，小腹收紧了啊，腰部贴住了，来锁紧这两个地方。然后双肩有没有贴？好，双肩也贴住了。好，最后我们的头脑有没有贴？好，也贴住了。好，全部都贴住了以后，开始把我们的手干嘛呢？你看，慢慢的往上去抬，抬完以后，你看，去啊进行一个这个动作。好，再开始沿着平面啊，去慢慢的往下，啊，下到最底，啊，下到最底，你会发现你的手越靠近你的身体，你的腹部需要用的力量就越大，否则的话你人就崩了啊，崩了是什么样呢？你看一崩人就这样了啊，肚子全部顶出来了啊，所以呢，它所有的动作都在练习你的一个腹部，包括帮助你的整个背部啊，重新把这个结构啊给打开。好。我们继续来走大家跟着我去做，好，往下放下，慢慢的做。我们所有做的啊，都是你的手背啊、手臂啊，都要贴着墙面去做这个动作，啊，以我们的这个墙面为一条基线啊，把它身体啊完全打开。好，慢慢的。你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啊，感觉到你的后背有些地方啊是非常的酸，有些地方非常的胀，也有些地方非常的舒服。其实呢，这个就是在矫正我们整个背部的一个力线啊。做起来，每天你把这个动作啊，不要做时间长，就做上一个2分钟到3分钟。你会发现刚开始确实挺难的，但是呢，逐渐做完了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啊就逐渐的开始轻松了。好，因为视频的时长关系啊，咱们演示就演示到这里。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2到3分钟的时间。同时，你做了这个动作感觉好的、有用的，一定要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并且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到位的，随时打开反复去观看。我是大为，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或许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经常讲啊，百练不如一桩。
这个庄功啊，在道家养生当中也是非常受人重视的。很多人啊，每天必念一庄，而且念完以后啊，会感觉浑身啊都非常的舒服，整个人的气血状态和精神状态都达到一个极致。那我们之前讲过，道家的核心是什么？叫做形意定啊，就是在庄功的时候，你必须满足这3点。形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出样子，用样子啊引导气啊。意呢，就是在调气的同时啊，让我们的意念啊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类似于以冥想啊打坐，然后在这个意之后呢，达到一个定。定呢，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状态了。这个时候呢，身体里面啊，它会出现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调节啊。那今天呢，我们先讲这个庄功的形，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个平衡庄。什么叫做平衡庄呢？这个平衡庄啊，它其实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讲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人老了以后最怕什么？最怕摔倒，对不对？你走路走得好好的，啪摔倒了。你老年人呢，本来他这个恢复速度就慢，所以他一旦遇到摔倒了以后，长达数月的卧床不起啊，对于身体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呢，这个平衡庄啊，一方面它能锻炼我们的平衡，第二方面呢，它这个庄功由于它的体式的特殊，对于我们整个肝经的疏导啊，也能带来很好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在站桩的时候啊，能更好的激活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平衡能力，激活到我们深层的一些肌肉的一些调节，对于我们身体的循环、一些深层肌肉的刺激，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衡桩怎么去做。这个开腿平衡桩啊，做起来是非常容易的。首先啊，我们要先自然的站直啊，站直了以后呢，这个腿啊要做一个4字形的啊，你看，把我的腿啊敲到另一个腿上，然后把这个膝盖往外，哎，你看打开。打开了以后，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一个单腿的独立。单腿独立做完了以后，把手啊可以打开，掌心朝上。同时，我们的眼睛啊，如果说你的平衡能力好的话，可以闭起来。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平衡力啊，是带来一个更大的刺激。但是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的话，请把眼睛啊睁开来，一定要睁开来。然后呢，往我们的前上方去看啊，往前上方去看。那么这个姿势我做一遍给大家看啊。首先把这个腿啊打开。啊，这个腿打开，你看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肝经，哎，你看完全暴露出来了，呈现了一个拉通肝经的姿势。然后呢，我们要慢慢的啊，就是要把身体啊站稳，稳住了以后啊，开始缓缓的把手伸直，伸直了以后啊，这个掌心一定要朝上，好，然后慢慢的抬头挺胸，保持住平衡，好，慢慢的让身体啊稳定下来，调节呼吸，缓缓的吸气，缓缓的吐气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平衡桩啊就达到了。好，这个庄功啊，我们一般啊建议一天是练1到2分钟啊，你不要练习时间过长。对于中老年人，比如说6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啊，身体的平衡能力啊也不太行了，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依然可以练，但是我们要借助一些道具。什么道具呢？就是说你在家练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手这里啊有一堵墙啊，我们用手指点上去，然后呢，手指点上去不是有个力吗？就借助了。你要如果感觉不稳了，我们这个手一撑就撑住了，对不对？就你要借助这个强的力去做啊，千万不要身边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去做啊。其实很多人的平衡啊，它就在于点，就一点力。哎，比如说我站到这边，对吧？只要外力啊给我一点点的力量，哎，我立马就不平衡了。相反，我们需要平衡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借助一点力，你不用这整个扶到墙啊，我们只借助一点力。记住这边有个墙是你的一个保障，当你站不稳了，身体往墙靠，手一撑，哎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我们在练习完，比如说我这个右腿是分开的，对吧？做了1到2分钟，2到3分钟啊，感觉差不多了，我再把我的左腿啊分开，再练一下这个平衡桩啊。整个人你在手掌朝上的时候，胸口是挺直的，眼睛啊朝上方看，对于我们整个脊柱啊，对于我们整个后背啊，对于我们腿部的肝经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桩功啊是非常好，经常练一练，你走路起来都有劲，而且呢，这个平衡能力啊会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个桩功啊，大家可以平常没事的时候练一练。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可以把这个视频啊收藏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谢谢大家。